昨天美国众议院通过叫做台湾团结法，好，台湾国际团结法吧，哈。那说他们呢，这个认为联大2758号决议，里面只说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代表权，但是并没有说台湾要怎样，也没有说台湾人民要怎样，听起来好像老美想翻案，就将来让台湾也能够进联合国，然后呢，台湾也可以参加国际组织，那如果现在众院通过了，那参院会不会通过？那如果参院也通过了，拜登签不签？那就有人认为说参院会通过，因为现在两院都很反共。也有人说不会，北京会给华盛顿压力。那这个参议院呢，民主党占多数，执政占多数，所以可能可以压下来。到底怎样？压得下来吗？我们看一下。美国挺台法案又一件，众议院口头表决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主张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不涉及台湾。To u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claim that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by distorting the language,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确保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权利，法案内容试图把台湾跟中国做切割。看看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内文强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驻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但提案议员主张通篇并无提到台湾，也没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只不过外交学者透露，就算美国总统最后签署其决议力，应不及联合国的决议案，而且该案是补充台北法案的第2章。而尽管蔡政府任内台美友好，但这对象是否不包括副总统赖清德？继走入白宫传出被美方关切后，赖清德日前于《华尔街日报》的投书，平面媒体报道有驻台人士质疑语法用字有瑕疵，像是 run up 用法中间应有一杠，另有 move around 形容共机绕台被批评太口语，因为 move around 是四处走走的意思。为了 run up 这个字，特定媒体号称这个是有误的，但是其实《华尔街日报》的这个编辑是将这个文字、将这个拼法作为他们的选择。不具名的人士可以直接向位于美国纽约的《华尔街日报》提出对于英文用字的纠正与抗议。赖阵营极力反击，不让依赖论持续发酵。那宜信兄哈，那这个众院通过了，参院不知道怎么样了哈。那不通过当然就算了，如果通过了，有可能国会或是总统不理或是理，国会会叫驻美大使在联合国也提出来吗？我想啊，我们2个礼拜之前才在美国华府访问啊，那也在国会行政部门。那当然，我们也听到一些幕僚就在谈啊，他们在准备要 promote 台湾的相关法案。现在跟台湾有关的法案在国会山庄啊，没有不会过的啦。不管他的众议院、参议院啊，不管是共和党或民主党，这个支持力挺台湾的力道是相当强的。一方面因为台湾，另一方面是反对中国大陆，尤其美中关系现在非常的恶劣，所以挺台湾。提出台湾的法案是显学哦，不只是在美国国内，他们在地方选举上也会有这种态势。但是呢，我必须说，今天这个台湾团结法案哦，我们当然第一个感谢美方的善意，可是呢，我必须说啊，这个实质上的意义哈，不如象征上的意义，它终究是象征大于实质啊。为什么？因为它的这样的一个法案呢，并不会影响到美国现在奠基在这个台湾关系法哦3项公报哦，然后6项保证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中国政策的框架里面是没有改变的啊。那再来就是说，你针对2758号你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事实上你也不可能像刚刚赵大哥所说的，你拿到联合国大会当中，然后去要求其他的这个国家啊都能够跟你美国一样啊，在联合国里面力挺。美国的国内法也不会影响到联合国的这个法律啊，所以说基本上它的效用是相当有限。那他们提出来干嘛呢？爽一下而已。这个本身的，我认为它是基本上是一个支持台湾的一个意义，然后在这个上面去创造一个说法，希望能够来对抗啊联合国2758号决议。但是基本上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啊，我们不是没有对抗过。我们在马政府啊的2016年那个时候啊，我们要参加世界卫生大会，那一年其实非常特殊，因为那一年的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函来得非常晚，我们一直在希望各个友邦都能够帮我们讲，最后他才来。那个时候为什么来得特别晚？因为新政府已经是蔡英文政府要上来了嘛，我们已经是旧政府要离任。那可是呢，5月23号呢是新政府上台。
所以说他这个邀请函势必是让新政府的人代表，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那个邀请函来的时候，就特别附上了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还有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文，而这2个决议文上面就是讲一个中国的原则。所以那时候事实上我们也第一次碰到这个状况，我们在那时候马上开国安高层会议研讨怎么处理它。就后来我们怎么处理它，就是用我的92共识一中各表就回给他。回给他了之后呢，他最后也的确就把这个参加会议的后续的权限开放给我们。换言之，国际组织是接受我们用92共识一中各表来对应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的。这个就是我们当年2016年5月23号林奏言为什么能够在日内瓦代表中华民国、代表台湾在那个地方发言的一个关键。换言之，你今天用美国国内法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还是无解，你今天把它提到联合国去，我告诉你，美国也不会提了也无解。你要怎么解？我认为还是要回到我们的92共识一中各表，才能够在国际上面突破这个国际的组织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敲门砖那个香龙，你觉得北京会去抗议吗？北京一定会抗议。好，因为这件事情很简单的逻辑，这个菜是民进党点的，这个是美国人吃的。是国民党买单的，你觉得是民进党去游说的吗？当然这就是马克，我其实不用问，我也知道这是谁运作的。谁？就基本上面是我们的驻美单位，美国国会里面的台湾连线是美国国会535席里面最大的联谊组织。台湾的所有的对美的外交工作全部都在国会里面，因为行政部门你使不上什么力。我们光看好，比如说刚刚这个陈以信的提到，就是他刚到美国去，台湾的立法委员去美国司空见惯马上呢8月份呢，他们要放暑假了，美国的国会议员一定会有几批到台湾来逛一逛。走一走，吃吃喝嘛，接着这个开心的事儿。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有多久没有美国国会议员去北京了？你光从中美之间行政部门呢勉强都还有联系，国会部门之间是没有任何联系的，所以国会里面不会有任何人，甚至没有人敢去，因为去回来你对在美国国会里面你都不知道怎么抬起头来，那个是一个多么民粹的气氛，这么重要的2国关系，可是彼此之间的民意机构之间没有任何的互动。上一批美国国会议员还很兴冲冲的呢去大陆，那大概已经是21世纪初，大概2010年左右的事儿了。之后中美关系呢就越来越糟。我知道就是说今天民进党一定很开心，国民党呢一定呢不好讲，所以我说呢民进党点菜呢美国狂吃，国民党还要买单。但是我来讲这件事情当然要反对2758号决议文在鬼扯什么呢？今天没有错，就是你必须要回到那个呢联合国宪章的基准点。你知道联合国宪章拟好的时候，第一个签字的是谁？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其他的后面的事是怎么签的？后面都是按照你的国家的英文顺序排的，只有中华民国是第一个签的，因为尊重中华民国在2战时候所付出的代价。中华民国跟联合国的关系是这么深，今天你要否定，就是说呢，所有的2758号决议文里面呢，不包括呢台湾，那个是呢用断章取义的方式，怎么不包括台湾？你在当初你回到1971年，我访问过，在当时几乎呢所有在当时退出联合国现场的，包括陆以正这些，我们都谈过多久？台湾难道不想要有双重代表吗？当然想啊！美国那时候找蒋介石也在运作双重代表啊，美国运作个半天，美国即使投了反对票也过不去。所有的2758号的决议文是2/3的多数通过的，是修改过的，当作重要议案。一般的议案1/2，如果是1/2，我看前一年就已经过了。但是前一年1/2，然后再修改，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的提案，2/3，隔一年就2/3。你今天再提，我告诉你还是2/3，不会的。美国只有盟友，中国只有朋友，这是现在国际政治当中的铁律。你要找朋友，在联合国里面，你不会比中国多的193个成员国里面2/3以上的都会是中国的朋友。你看到当今天联合国的宪章，你即使打开宪章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可联合国宪章里面仍然是记载的 Republic of China， 仍然是中华民国还在那里。为什么？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如果你没有办法把联合国宪章跟了之前的波茨坦公告跟开罗宣言摆在一起，你就没有办法去解释
战后的台湾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战后的台湾在战后秩序里面，已经呢全世界呢所有的强权呢都认定，同时摆在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里面，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谁来代表那个中国？很遗憾，中华民国失去了这个代表权，这是现实。今天呢，看到有任何的这些美国这种的强权在玩弄台湾问题的时候，玩弄到这样地步的时候，这是民族的悲哀。可是民族的悲哀是一件事情，我们该讲的，我们还是要讲2758号决议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至于中国的问题未来怎么处理，是两岸自己的事情。继续再回来。好，最近在汉光演习，同时也在万安演习。对啊。那这个名嘴揶揄侯友宜，所以你看看，这个大家都给你下跪朝拜，看到没？像你登基一样，哦，这就很奇怪，干嘛呢？所以他去试导，就说呢，遇到了空袭要就地捂住耳朵、捂住眼睛，要住是不是？对，要趴下来嘛，因为要把眼睛也捂住，耳朵也捂住，趴下来。所以呢，他去视察，因为他是市长啊，他们就讲说，你看看万民朝贡，你看你还没选上总统，就像登基一样啊，等等啊，笑他啊。那他们也找出，他们现在反击找出林佳龙。林佳龙呢，当时呢也是因为万安演习每个县市都办嘛，这些人也是他当然没有趴，但是是等于是跪在地上。干没？然后也是捂住眼睛、捂住耳朵，无聊不无聊哈？选举的时候真的是哈，什么无聊就秀什么东西哈。那另外金溥聪说戴伟山躲得跟老鼠一样，一个漂亮的女生发生事情躲得跟老鼠一样，金溥聪就说呢很父权，对不对？这个你们应该手牵手去修这个性平啊，性平课啊，躲起来是侯友宜啊，怎么是我呢？啊，反正又骂啊。这个所以呢，这是戴伟山啊。侯友宜讲说啊，卫药案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老师也没错，园长也没错，这个家长可能错怪了啊，有些这样误会了。那既然你们当时都说我们是乱喂药、喂毒药啊等等，那真相大白，检察官也不起诉了，你们道歉都不说，那是什么意思？哦，而且呢，他说这个有委屈总要把它讲出来，不能不讲嘛。为什么？因为金溥聪接受蓝轩访问的时候说那个时候新北市发生喂药案的时候，说连金溥聪的儿子都跟金溥聪说，侯友宜连这个都做不好，怎么能投给侯友宜？所以侯友宜为了这个喂药案，的确民调当时下降蛮多的，下降蛮多的哈。那现在呢，伤害已经造成了，民调一旦下降，再回升不是那么容易。你看现在回升爬两个点，爬得要死哈，这升了2个点哈，都很辛苦的。那意思是说呢，当时你们这样骂我们，那现在怎么样？都不能道歉一下，不能说明一下。来，这个执行长，我个人觉得啊，当然金溥聪他当然也会侯友宜抱不平嘛。那我觉得金溥聪唯一讲就是他不用去特别讲漂亮的女生，即使女生长得很漂亮，在这个 Me Too 的风潮之下，千万不要在女生的这个文貌上面去做任何的一个文章。不过他要显示是说，你当初是这么样子力挺，然后在你的脸书里面，然后开记者会，然后现在事情真相大白之后呢，你的戴伟山的脸书还被那个 Facebook 认为说你这是假讯息，都已经这么样子明确的事实，你连一句道歉的话没有，还在继续凹。然后呢，赖清德，我说实在，你要赖清德这个人道歉了，其实太困难。他当年在登革热在台南那么严重，而且他200多天没有进议会，他其实也没有对这件事情做出道歉啊。所以你会发现赖清德，人家说他的人和不好，其实跟他的个性有某种程度的一个关系。但我自己个人认为说，侯友宜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在意的。他那时候接受访问的时候，本来就已经访问完，当记者还要再继续问的时候，他又回过头来再继续，你就很知道，不是因为他对这件事情造成他民调可能是一个关键点，最重要的是他认为你们都这样污蔑我们新北的这样子的一个幼稚园，然后呢，检察官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已经还我们清白了，你后续连你当初所放话，然后之后跟大家说个对不起，你都做不到。他对这件事情，就我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在意的。所以说，为什么在这么多事情还是余波未了？那我个人觉得戴伟山他这一次他所展开的这些部分里面啊，
说实在的，它对于全国的幼保人员的确是造成非常多的一个影响，还有包括所谓那些毒物专家。所以当有5个幼教老师跟着王宏威要去提名来控告这些人的时候，其实民众的反应是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你就是因为这样乱放话，而且乱放话里面，我还是要特别强调，那时候酸民，你只要上去看那个酸民，对于整个新北这个所谓所作所为。他们真的是完全到了无所不用其极，但后面还有包括一些什么，有一个网红叫凤梨啊，当初也是把人家认为这个保姆把孩子用到这个照顾完虐死，后来发现说那个孩子的死因是来自于所谓的父母亲的一个毒品，然后造成孩子的死亡。可是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家是如何羞辱霸凌这一些所谓的保姆夫妻，所以我只能说，台湾的这个社会，真的到目前为止，只要一件社会事件一发生，然后呢，所有的事情在还没有查明真相之前，只要是哪一个对应，就是我必须要讲一个，我那时候对于新北市政府对于处理这件事情没有那么明快，我还曾经问过侯市长，侯市长那个时候他还告诉我说，因为检调在调查，检调查，他的结果出来之前，我不能讲任何话。我那时候觉得非常的生气，都到选举了，你还在等检调，你就知道他的个性跟一般选举人是不一样的。这时候你就应该大胆的出来讲。可是你看他的个性，不过他也从这件事情里面得到一个教训。金小刀来之后，你没有发现每一件事情回应都比较快，这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所做的一些的调整跟改变了。好吧，赖清德、侯友宜他们到底怎么交锋？我们看看。发生空袭！发生空袭！警报响起，民众就地掩护。这是24号新北市的万安演习，市长侯友宜到场示导，看人也看避难包里装了啥，只不过事后这张平面媒体刊出的照片。尽管该媒体已下架 ，PTT 上却也引发热议。网友大酸是猴王登基吗？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也有人直言市长应该要一起示范吧。还有政论节目争相讨论。不过新北市府怒批有媒体人混淆视听，不要看图编故事，把严肃的避难演习画面指鹿为马。这样的演练项目全国皆然，像高雄和台南也是这样子示导。按照律的逻辑，请问这又叫做什么？而且赖侯遭封的不止这，为要案金溥聪抨击赖办发言人戴伟山长得漂亮，但发生事情躲得跟老鼠一样。你连道歉都不爱讲，那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嘛？所以难怪金主席讲啊，真相大白以后，大家那撩气的，照阿无对起。啊，这嘛是熟悉啦。像老鼠一样逃跑的其实是侯友宜，我们可以看到他落跑去选总统，完全不顾市政，所以请金溥聪重新去检讨自己的候选人。总统大选三角都从主帅到配角，火气都很大。会讲，这个我跟各位报告，就是这前1-2天呢，我跟侯友宜市长我们有一个内部的会议。他还非常在意讲这个胃药，后来还把他有一阵子还把他讲成胃毒，对不对哈？对。那无所不用其极啊！我觉得有一些人，当然我们就点名了民进党有一些政治人物到了选举啊，就泯灭人性。你刚才看到在万安演习，那些人是就地什么这个掩护嘛，结果变成说他走到前面去看，说叩拜侯皇，这非常恶劣。还好你这个节目今天把它这样播出来，知道这个来龙去脉。我说民进党又拿来做又拿来做文章啊。比方讲这个胃药胃毒的事情啊。当时这个对侯友宜的民调，我不敢讲说有没有10%，至少7-8% 有了。应该有。从此真的已经到这2个月了，5月中到现在快7月底了，2个多月影响有多大哈？当然，当时有人讲说他应该赶快去反映，但是行政程序他们相信司法嘛，相信行政单位嘛，他不是没有处理，我已经听过他讲过2次，他第一时间当天晚上他们就要求行政单位要去处理，对不对？结果呢，民进党现在最后现在知道错了，没有一个人。我刚才讲的这个戴伟山，还有汐止的那位立委叫赖什么？赖品妤。你们都讲了些什么的话？包括你赖清德讲过什么话？现在好像都没事了。选举可以去看出来一个人的品德，更看出来一个党的党性。这个比方讲，民进党，你在这一次的选举这个事件，我是觉得
不会就到此结束，不是因为你不道歉，这个事情好像就烟消云散的。民进党我是觉得你要真的尤其是执政党，你要治国啊，我是觉得让人觉得很幸福，让人觉得你会带给大家幸福，而不是像你这样子啊，就抹黑啊1450的攻击。赖清德，你不要忘了，当时4年前你跟蔡英文在党内初选的时候，被蔡英文的1450打到你都讲说蔡总统你麻烦你劝告你1450。那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又用你的1450，又用你的这发言人的人去在不断的在乱讲话，在胡说八道呢？对。其实从这个万安演习跟卫药案呢，都凸显侯友宜的政治 sense 跟危机处理能力是远远不够。万安演习全台湾都在演习，怎么只看到侯友宜这张照片？其他人讲万安，你有看到这个照片吗？那你拿2016年的照片来打脸，现在2023哦，是有点牵拖太远。照理说侯友宜就应该有这个 sense， 甚至自己政治就是就地掩护爬进去哦，跟大家站在一起。因为演习的过程中，说实话，大家都应该要掩护。你在那边视察，给媒体这样拍有作秀，说实话，对自己确实是有伤。那你说卫药案的过程哦，当然这整个从一开始到后来哦，大家都对于整个卫药案的真相，希望能够赶快厘清。连侯友宜自己在第一时间都关闭这个幼儿园，甚至呢说这些老师居心叵测。当然事后他有道歉，可是连市长自己都搞不清楚状况的情况之下，当时赖清德也是呼吁侯友宜赶快查明真相。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事情的话，应该要厘清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戒断啊等等。这是当时赖清德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所说的，就是如果有的话。所以这整个过程就是很多人说侯友宜警察性格，当初在整个卫药案的时间，第一时间这个相信检调的话，所以对于这个危机处理跟行政检讨的这个作为远远不足，才会让这个整个事情越烧越大。所以最近有一个民调侯友宜在不管是危机处理、治国能力，或是两岸关系的处理能力，都在这个赖清德、柯文哲之后敬陪末座。这也凸显人民对于侯友宜的能力其实是非常没有信心的。我不赞成高嘉瑜的讲法，这个讲法实在反而把这件事情呢给弄得非常的轻佻。一个执政党把一个非常严肃的汉光演习的实作场面拿来当作正式消费品来哭诉，我们还要跟着这样的一个哭诉的内容在上面去解读，还要告诉人家说呢，你在现场视察那个动作不对，你应该要做得更漂亮、更有政治警觉性，不神经病嘛？我也不会去笑你林佳龙或者是谁。如果你视察的时候拍到这种画面的时候，汉光演习的、万安演习的这样子一个实作的画面，你要知道那个是万安演习啊，千万不要呢，今年呢等到了8月的时候呢，赖清德过境的时候呢，不用演习，警报真的响。今年我希望台湾不要听到那种不是演习的警报，那个时候呢，大家再来计较的时候呢，就来不及了。明明是个演习，大家严肃一点不好吗？而今天大家呢拿这种应该要很严肃看待的事情拿来哭诉的时候，我们竟然还觉得要讨论呢他在政治上面表现的如何？任何的这种的哭诉，你觉得你觉得今天的侯友宜他的应对如何等等如何那种呢都是呢政治口水而已，无非呢就只是把侯友宜呢给搞臭。就让这侯友宜好像呢，这个呢也不太有 sense， 那个好像也不太灵光，想把它呢包装成一个草包。这个是民进党长时间以来呢，经历了傲慢呢，面对到呢其他的在野党的候选人常用的招数，4年前不就这样子对付韩国瑜吗？今天如果就算提名的是呢是郭台铭，你照样是这样的操作的方式。可是事情就是事情，一个演习为什么会用这么轻佻的方式处理？我们还得要跟着在这样一个轻佻的态度里面呢去解释那个轻佻对或者是不对。继续再回来。